从勇敢小女孩到魔法大妈，从金星女神到冥界之花，原版铃一共有多少个形态？首先是常态原版铃，大家最熟悉的红黑配色，但哪怕只是常态的原版铃，也依然有很多的特殊外观。最基础的是设定图里红色衣服、黑色裙子、黑色长筒袜的形态，这个形态构成了大伙儿对于原版铃最初的印象。在学校场景中还能看到校服原版铃，不过他们这个学校的校服感觉没啥记忆点。而随着天气渐凉，原版铃也穿上了外套和围巾，但不管有多冷，这个短裙过膝袜依然是原版铃的标配。霓虹 JK 恐怖如斯，一直到动画结局的地方，我们就能看到迄今为止最成熟的铃了，画的就像是已经结婚了。所以日本人真的会是高中毕业后立刻就变成熟的吗？感觉很多动画都是这么描写的。而在游戏 FHA 中，原版铃的形象就很多了，什么私服、睡衣、泳装全都有，还有女仆装和巫女装，甚至客串了一把诸葛亮。而在 HFA 中最重要的那得数魔法少女铃了，整体装束还是非常魔法少女的，这一身可是魔法少女伊利亚一切的开端啊！在魔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动起来的魔法少女铃，但是很可惜，因为两个魔法少女搞内斗，被魔杖判定为魔法少女失格，然后被魔杖狠狠抛弃。而当魔杖找到伊利亚这个新主人后，还在背后蛐蛐原版铃是过了保质期的魔法少女，这也是原版铃是魔法大妈说法的由来。这种背后蛐蛐人还被人知道的情况，真的比当面说还狠。但你真要说魔一手原版铃很大吧，他也才是个高中生。其实年幼的原版铃也有登场过，在整个 Fate Zero 时期一直都是小女孩铃，甚至还有一段专属高光剧情，一个人独闯 C 族巢穴救下数名小孩。这段剧情有一种为了给铃安排一段而专门设置的感觉。不过毕竟是未来的主角，到底还是该有点戏份的。只能说露比的登场还是晚了。如果宝石翁在这个时期把魔杖投给小原版铃，就当是靠丢东西都能牵制对方的情况，变身后打个龙之剑，那妥妥的游龙啊！而说到这个游龙啊，铃在 Fate Grand Order 有着3个无比强大的形态。金星女神伊什塔尔作为苏美尔神话的主神，平易降临到某个少女身上，虽然没有明示这个就是铃，但是并不妨碍大伙叫它攻铃。要怎么形容攻铃呢？一个字，暴力。当一个角色拥有超大弓弩、飞行之类绝对符合远程攻击的配置，但攻铃在战斗中有时候依然会选择近战。但是说实话，由于攻铃那个装束的问题，有非常多的镜头感觉都没办法放在视频里，感觉绝对魔兽战线这一部的导演有些镜头整的就很刻意。而第二形态就是开头所说的冥界女神艾蕾什基加勒。别的不说，就问你懂不懂这个冥界有花只此一朵的含金量啊？据说当时蘑菇要做攻铃、枪铃2个角色的时候，把艾蕾造出来，就是为了让大伙儿能够知道这个铃最可爱的一面用的。没想到用力过头了，有点太可爱了吧？攻铃则继承了专属被动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把天之公牛给弄丢了。有一个说法是这个牛是全宇宙唯一武器，被 Fate Strange Faker 里的攻铃给毛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这2个角色也都有自己的泳装形态，而第3个强大的形态就是宇宙从者太空伊什塔尔。不过这个角色影像资料有点过于少了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展开来讲。我在第一时间看到粉色头发的宇宙铃的时候，感觉特别像灵儿，也不知道为啥，明明只是都是粉色头发而已，可能也有满破之后红色战斗服的原因。算了，还是不管了。你还知道什么凯基没提到的铃吗？凯基也不是什么行月老子力捏，难免会有遗漏，有的朋友在评论区发一发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